和江慕听结婚的第2年，我想要一个孩子。江慕听笑着答应，可我吃了无数中药，看了无数医生，依然没什么动静。就在我打算去做试管的时候，却看见他给另一个女人打电话，她永远不会怀孕的，放心，等过段时间，我就和他提出收养一个孩子，到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黎家唯一的继承人。我这才发现，我每天喝下的牛奶了都加了避孕药，而他娶我不过是为了黎家的家产。既然他不愿意要这个孩子，我也不愿意要他了。我当即含泪打了电话，爸妈，我同意联姻。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听见我说同意联姻的时候，爸妈的第一反应是我被欺负了。爸爸在电话那头瞬间炸了，宝贝闺女，是不是江慕听让你受委屈了？爸爸这就过去宰了那个臭小子。我笑着打断他，爸，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您帮我安排好相亲就可以了。刚挂断电话，江慕听就端着杯牛奶走过来了。老婆，一大早的和谁打电话呢？说着就把牛奶递给我。我接过牛奶，却只放在了桌上。见我没喝，江慕听挤出一丝笑容。老婆，怎么不喝牛奶了？这不是你最喜欢的吗？我看着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慌张，笑道：今天胃不舒服，不想吃东西。江慕听听见这话，略紧张的脸立刻放松了下来，满脸关心。是这样啊，那等我下班陪你去医院看看吧。我看着他脸上的担心，想到了那天晚上的那通电话，他语气温柔地哄着另一个女人：宝贝，你放心，她永远不会怀孕的，放心，等过段时间，我就和他提出收养一个孩子，到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黎家唯一的继承人。那时候的我还在为了孩子吃那些又苦又涩的中药，可他早就有了孩子。想到这，我强忍着恶心摇了摇头，不用，老毛病了，我自己去就行，你赶紧去上班吧，一会迟到了。被我一提醒，他这才后知后觉，连忙拿上外套出门。江慕听走后，我坐在沙发上待了很久。我原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却没想到这一切不过是江慕听的骗局罢了。他陪我去看他并不感兴趣的音乐会，陪我逛街，每天不厌其烦地为我做各种好吃的。我以为他是爱我，可没想到他只是爱我家的财产。一想到这，我就觉得恶心恐怖。他不仅完美地骗了我，还背着我和别的女人有了孩子。或许在我为了能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吃尽苦头的时候，他已经在陪着他的孩子了吧。他明明知道我有多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联系了私家侦探，让人24小时跟踪江慕听。我一定要知道他养在外面的老婆孩子是谁。晚上，江慕听想拉着我亲热，我直觉得恶心，将他推开。今天不舒服。以前的每一次亲热，江慕听都会用孩子来当幌子，而我每次都会因为孩子妥协，努力地迎合他。可现在，我只觉得恶心。江慕听从后面抱住我，念念，我们的孩子一定和你一样漂亮。我背对着他，默不作声。江慕听以为我睡着了，蹑手蹑脚地下床，拿上手机出去了。不就书房的门响了，我光着脚在门口听着里面的动静。江慕听在打电话，不一会电话被接通，那边不知说了什么。江慕听笑得十分开心，等我忙完就去陪你和孩子。乖，我爱的人只有你和孩子。电话挂断，我飞快地回到房间，盖上被子。不一会江慕听就回来了，他小心翼翼地越过我，在里面睡下。私家侦探的动作很快，没过2天就将江慕听养在外面的老婆孩子找到了。
甚至连给我看病的几个医生都被调查得一清二楚。他们无一不被江慕听收买，帮他作假病历骗我。而我吃的那些所谓的中药，也只是普通的补药。当所有的证据和一张张照片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才彻底死心。他们的孩子已经1岁多的，照片上的江慕听和另一个女人牵着那个孩子。江慕听笑容灿烂，满脸温柔地看着中间的孩子，那种温柔是我从未见过的。我以为他生性冷淡，从未想到他还有这样一面。我将照片收好，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第2天，江慕听说要带我去医院复查。念念，这次如果还没有进展，我们就换一家医院好不好？他面上装得十分爱我，可我知道那个医生也是他买通的。换一家医院也只是为了打消我的疑惑，让我更加确信自己生不了孩子罢了。我并没有戳穿他的演技，和他一起去了医院。医生的说辞海哲之前的一样，李小姐的心态一定要放好，不要操之过急。这些话我已经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放在从前我早就急得团团转了。可现在我只是点头，随后叹气，或许我注定命里无子吧。江慕听连忙安慰我，随后拿了些不痛不痒的药。刚踏出医院，江慕听的手机就响了，一个备注叫潜在客户的人给他打了电话。江慕听接起电话，神色变得紧张。念念，客户那边有点急事，你先回家，我忙完就回去陪你。说着就急急忙忙地走了。可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内容，听声音是个女人。她说：慕听，我们的孩子生病了，你赶紧来看看。我看着她的背影，只觉得可笑。她这样两边跑也挺累吧？不过没关系，很快她就不用这么累了。离婚协议书我已经拟好了，等我再收集点证据，她就可以彻底滚蛋了。江慕听并没有回来，只是给我发消息说临时加班不回家了，然后就嘱咐我一个人在家要好好吃饭，按时吃药，不用等他回来给我带糖葫芦。我看着这千篇一律的关心，都有点怀疑他是不是粘贴复制的。我当然没有吃药，那碗药熬好后就被我拿来浇花了，至于等他更不可能了。我还要忙着收集他出轨的证据呢。江慕听回来已经是第2天中午了，他疲惫地扯下领带，躺在沙发上，桌上是给我带的城南的糖葫芦。我记得刚在一起那年，我迷上了糖葫芦，江慕听就跑遍了全城去买糖葫芦。那时候的他拿着糖葫芦，满脸宠溺地看着我，念念，你看，我买了好多家糖葫芦，你快尝尝，喜欢哪家？我以后就在那买。那天我尝到了全城的糖葫芦，最后随便说了一家。从那之后，我收到的糖葫芦就只有城南的那家。江慕听以为我是喜欢吃，可实际上城南离他的公司很近，我为了让他少跑点路，这才说那家的糖葫芦好吃。可谁能想到那时候江慕听就已经出轨了呢？我看着桌上的糖葫芦，对江慕听道：慕听，你身上怎么有小孩的奶香味呀？江慕听一愣，脸上闪过一丝慌张。啊，没有吧？我佯装生气，他立马来哄我。哎呀，这不是我那客户的儿子生病了吗？我看他一个人带孩子也挺可怜的，刚好我在，就陪他一起去医院了。我这不是怕你多想吗？对不起，我错了，你别生气了好不好？说着就要上来抱我，我连忙推开他，嫌弃道：好了好了，我不生气了，你赶紧去洗个澡，臭死了。江慕听见我放下防备，开开心心的去洗澡了。趁他洗澡的时候，我拿过他的手机，在我第3次尝试解锁失败后，我录入了那个孩子的生日。这次手机打开了，看得出来
他是真喜欢这个孩子。我打开微信，努力地翻找这蛛丝马迹，终于在一个备注叫甲方的对话框里找到了江木听和小三苏薇的聊天记录。我飞快地用手机拍下保存，然后退出微信。江木听洗完澡后，微信弹出一条信息，是甲方发的：孩子哭着要找爸爸，你来陪陪孩子好不好？江木听背着我打开微信，回了个等我，然后拿上衣服出门。老婆，甲方那边有点事，我先走了。他不知道我看见了那条消息，急急忙忙地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将已经拟好的离婚协议放在桌面，收拾东西回家了。不知道江木听看见这份离婚协议会是什么反应呢？我刚到家，爸妈就心疼地搂着我，心肝宝贝地叫个不停。在得知江木听出轨的事情后，二老更是扬言要把他的腿打断。我连忙安抚二老：爸妈，这件事我能处理。在我的再三保证下，爸妈这才决定不插手。我到家的第二天，江木听就跟来了。他拿着离婚协议书，惺惺作态地求我留下来。念念，我如果做错什么，你打我骂我都好，只求你不要离婚好不好？你打我骂我都行，能不能不要离婚？我冷眼看着他表演，转头将江木听在我这的消息告诉了苏薇。苏薇立马带着孩子来找我，说孩子不是江木听的，他们之间只是普通朋友，生怕我和江木听离婚。我看着二人精湛的演技，忍不住拍手叫好。行吧，是我误会你们了。说着我低头抚摸肚子，我也不想我的宝宝一出生就没有爸爸疼爱。听见这话，苏薇脸上的表情顿时挂不住了，她脸色惨白，颤抖着嘴唇：什么？你怀孕了？这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怀孕？我默默地欣赏着她的表情，故作不解。苏小姐听见我怀孕，怎么这么惊讶？你不希望我怀孕吗？江木听见状连忙找补：没有，她只是太高兴了，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对，就是太高兴了。说完，他略带不满地看向苏薇：你看看你，万一吓着念念怎么办？说完，他又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肚子：你什么时候怀孕了？我怎么不知道？我满脸羞涩地看向江木听：就你说想我的那天晚上。江木听一听，脸色更难看了。那天晚上他喝多了，根本不记得发生什么了，只记得第二天早上他被苏薇的一通电话叫走，没来得及准备牛奶。难道是那天？江木听喃喃道，随后不可思议地看向我：这孩子已经2周了，怪不得你说胃不舒服，原来是有了。那上次怎么没有检查出来？我嗔怪地看他一眼：孩子那么小，我们又没做妇产科检查，医生没看出来也很正常。说着，我将伪造的产检报告拿给江木听：你看，这是产检报告。他能买通医生骗我，我自然也能买通医生骗他。似乎是被我说服了，江木听看向我的肚子，满脸欢喜：我们有孩子了，念念，我们有孩子了。而此时的苏薇脸色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如果我有孩子的话，那她的孩子可就进不了离家的门了。她的孩子这一辈子只能是个见不得人的私生子。苏薇暗暗咬牙，她一定不能让这件事发生。我看着眼神恶毒的苏薇，挑了挑眉，我就不信苏薇能就这么算了。他们最好因为这件事闹起来，他们闹得越凶，对我才越有利。果不其然，在我怀孕后，江木听和苏薇之间开始频繁吵架。江木听刚开始会让着苏薇，不厌其烦地哄她，可苏薇已经完全没有了安全感。他需要通过不断的作妖来证明江木听有多爱他。久而久之，江木听觉得烦了，对他也不再有耐心，
于是苏薇的危机感更重了，她甚至想办法加上了我的微信，给我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我一概当作没看见，她却以为我不信，发了好多他们亲热的照片，甚至还有视频。我一一截图保存，然后说我不相信她，视频是可以伪造的，除非你能证明孩子是穆听的，否则我是不会相信你的。苏薇以为我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开始找人做亲子鉴定。她不知道，她这样做正中我下怀，就是可怜了江穆听，每天在我面前扮演着完美的丈夫。在这种情况下，还没放弃苏薇母子，甚至已经开始策划让我一尸两命了。我静静地看着这两人亲手将证据递到我面前，我很好奇，当他们得知真相的时候会是什么表情呢？没过几天，苏薇就带着一张亲子鉴定书大摇大摆地上门了。她得意地将亲子鉴定书展示给我看，看到了吧？我们家康康可是江穆听的亲生儿子，你不会真的以为他爱你吧？我告诉你，我们早就在一起了。我装作不可置信地夺过鉴定书，不可能，穆听怎么会背叛我呢？这个一定是假的，对不对？见我这样，苏薇更加得意了。你不知道吧？你之前之所以一直没怀上，就是因为穆听在你的牛奶里下了避孕药啊！你以为他是真的关心你吗？蠢货！我捂着肚子，装作被他气到，动了胎气。肚子，我的肚子好痛！哈哈哈！对，就是这样。只要你的孩子没了，我的孩子就是穆听唯一的孩子，离家的一切也都会是康康的。没等他说完，我就交了保安。苏薇以为我被他气到要流产了，可他不知道，我叫保安只是演不下去了，我怕我下一秒就会开心地笑出来。这世上竟然真的有这种蠢女人。我将录音和视频保存好，就给了我的律师。刚送走苏薇，江穆听就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他一进门就神色紧张地看着我，念念，你没事吧？苏薇那个疯女人有没有和你乱说？见她这么慌张的模样，我的内心不由一阵冷笑，原来她也会心虚啊。于是我加了一把火。穆听，苏薇说她的孩子是你的，这是真的吗？话音刚落，江穆听脸色煞白，脸上写满了慌张。我看着他，故作委屈惊讶。苏薇说的是真的。江穆听连忙拔高声音，梗着脖子否认，怎么可能？那个孩子怎么可能是我的？说完，他紧紧地抓住我，念念，苏薇那就是个疯女人，我不过是帮了她几次，她竟然就说孩子是我的，我看她就是失心疯了。念念，你可千万别相信她，她要是再敢在你面前胡言乱语，直接让管家和保安把她轰出去，知道吗？我连忙点头安抚她，表示自己知道了，一定不会相信苏薇的挑拨离间。江穆听长舒一口气，好，你没相信就好。我将我和江穆听的对话发给了苏薇，听见了吗？穆听说了，孩子不是他的。我看那份亲子鉴定书也是你伪造的吧？苏薇彻底坐不住了。我消息刚发过去，江穆听的手机就开始疯狂弹出消息，想都不用想是苏薇发的。我勾起唇角，我倒要看看你们要怎么狗咬狗呢？不一会，江穆听就借口公司有事出去了。我让私家侦探跟着他，随时掌握他的动向。私家侦探的效率就是高。不一会，我就收到了一条视频，上面是江穆听和苏薇两人。视频清楚地拍到了两人的脸和声音。江穆听刚到苏薇家，就被苏薇扑上去一顿打。江穆听不耐烦，一把将苏薇推开。你在发什么疯？苏薇从地上爬起来，指着江穆听歇斯底里。你现在是不是嫌我烦了？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了？美人落泪。
江木听自然心疼，一把将人搂在怀里安抚。好了好了，我错了，我没有不爱你们母女，别哭了。苏薇躲在江木听的怀里，抬头看他，真的吗？可离念他听见我的名字，江木听的眼神立刻冷了下来，他声音低沉，几乎是咬着后槽牙。你放心，他的孩子生不下来的，我已经买通了医生，这个孩子不会活着生出来。苏薇不满嘟嘴道：那离念呢？你是不是舍不得了？江木听刮了刮苏薇的鼻子，怎么会呢？离念留着还有用，只有他活着才能成为我们孩子的养母。苏薇听到这，终于露出了笑容，两人就这么旁若无人地在门口啃了起来。江木听的手甚至伸进了苏薇的衣服里，我立马关掉了视频。这两人还真是迫不及待呀！既然这样，那我就只好给这对有情人腾位置喽。我将律师拟好的离婚协议书和我找到的证据放在了桌面，以防江木听不肯离婚。我还特地走了诉讼程序，双管齐下，这个婚我离定了。做完这些，我美滋滋地隐身了。画室，离家，见我回来，妈妈激动地抱着我，宝贝，欢迎回家。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我笑着看向妈妈，只等离婚了。那就行，爸爸订了出国旅游的机票，咱们一家好好出去放松放松。所以当江木听看到离婚协议书和他出轨的证据时，我们全家已经在方国了。江木听不可置信地看着桌上的离婚协议书和那些证据，只觉得天塌了。原来黎念什么都知道了。明明黎念以前那么相信自己，怎么就被他发现了呢？他伪装的明明那么好，怎么会被发现呢？江木听慌慌张张地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黎念，却发现黎念手机已经关机了。他一气之下将手机砸在了地上。妈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这么多年的谋划都落空了。想到这，他转头看向桌上的聊天记录，上面竟然是黎念和苏薇的聊天记录。苏薇这个蠢女人，江木听两眼发黑，自己苦心孤诣地为他们的孩子铺路，可苏薇都干了什么？她将自己出轨的证据亲手交到了黎念手中，为了让黎念相信，她竟然还去做了亲子鉴定，还真是蠢得可以啊！江木听的第一反应是，他的念念再也不会相信他了。他失去了念念，这一发现让江木听心慌。他明明不爱黎念，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一定是因为苏薇，一定是被这个蠢女人气的。我在方国待了几天，这段时间，我总能收到私家侦探发来的关于江木听的消息，可我现在只关心什么时候能离婚。在法院下达开庭通知后，江木听终于联系上了我。他守在我家门口，见我回来，立刻就要扑上来抓我，却被爸爸挡住了。他满眼红血丝，头发乱糟糟的，就连西装都皱皱巴巴的。很显然，这几天都没有好好打理过自己。念念，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他话还没说完，就被爸爸一拳打在了脸上。你还好意思来找念念？你这个王八蛋！说完又是一拳。你竟敢欺负我的宝贝女儿，看我不打死你！见爸爸下手越来越重，我连忙上去拉住爸爸。爸，快住手！爸爸松开拳头，死死地盯着江木听。后天就开庭了，到时候希望你准时到场。江木听被打得趴在地上，听见这话，连忙上前抱着我的大腿。念念，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放心，我不会认那个孩子的，我只认你的孩子。他擦了一把嘴角的血水。你把孩子生下来，我一定好好对他，真的，我对天发誓。我低头看向脚边的男人，冷笑着开口：江木听，就你这样的也配让我给你生孩子？我告诉你吧，我根本就没怀孕。江木听不可置信地
瞪大双眼看着我。什么？这怎么可能呢？我看过你的产检报告啊！我用力抽开脚踝。你能找医生骗我，我就不能做个假报告骗你吗？江木听整个人像是泄了气的皮球，颓废地往后跌坐。原来你都知道了，原来你都知道。是啊，你也不敢相信我会知道吧？你伪装得多好啊，骗过了所有人。要不是那天晚上我睡醒发现你不再去书房找你的话，我也不会发现我们结婚2年，你却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江木听看着我离去的背影，这一刻后悔指责肆意地席卷着他，似乎要将他撕碎。开庭那天，我再次见到了江木听和苏薇，他们坐在我对面。江木听依旧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看着我的眼神格外温柔，就好像他是什么大情种。若是以前的我，一定会被他这样的眼神打动，认为也是喜欢我的。可现在不会了，他就算把眼睛瞪瞎了，我都不会再有一丝一毫的心动。苏薇站在江木听身后，挑衅地看着我，像一只打了胜仗的公鸡。见我看向江木听，爸爸朝他白眼了一眼，死鱼脸和死鱼眼。我被这话逗得忍俊不禁，可不就是死鱼脸和死鱼眼吗？庭审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江木听婚内出轨证据确凿，我和江木听成功离婚，我们的财产分割也很清楚。江木听不仅没分到1分钱，还要将他出轨期间用在苏薇和那个孩子身上的钱都还回来。江木听倒是很平静地接受了，只不过苏薇似乎没那么淡定，她不服气地朝法官怒吼，斥责他们不公平，凭什么要把那些钱还回去？那是木听的钱，黎念他根本就没有工作，凭什么要我还？我不服，我可是给江木听生了个孩子，那可是江木听的儿子，老子给儿子花钱，凭什么要还回去？我看你们就是偏心黎念那个贱人，你们根本就是不公平的。我不服，我可是给江木听生了个儿子，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法官见他这样，狠狠地敲了一下法锤。苏薇女士，您现在的行为是犯法的，我完全可以根据法律拘留你。苏薇完全无视法官的话，依旧在大吵大闹。就在法官即将依法拘留他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巴掌声打破了这场闹剧。江木听看向法官，不好意思，给你们惹麻烦了。贵院所有的判决我都没有意见，既然当事人都对判决没有意见，那么我宣布判决生效，退庭。一锤重重落下，我心里的哪点不痛快也烟消云散。江木听拉住苏薇就要离开，苏薇捂着脸，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江木听：“你竟然打我！你竟然敢打我！”说着就不顾形象地去扯江木听的头发，两人就这么打了起来。我突然想到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亲吻的场景，那时候的他们有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不过这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刚想回家好好休息休息，却在门口遇见了我的相亲对象顾廷周。听说我离婚，他连夜将给手里的事情处理完，从闽国飞回来见我。我看眼前高大帅气的男人，只觉得心烦，似乎是看出我的情绪。顾廷周并没有上前搭讪，只朝我微笑着打了个招呼，倒是爸妈一见到顾廷周就像见到亲儿子一样，两人一左一右地架着顾廷周就往屋里走，一边走一边还嘘寒问暖，比我这个亲闺女还亲。我爸道：“闽国的事情处理完了，工作累不累呀？”我妈道：“廷周啊，大老远赶回来，吃没吃饭呢？阿姨待会给你做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你可要多吃点。”我一脸懵地跟在三人身后，要不是我顶着这张和我妈一模一样的脸，
我真会怀疑顾廷周才是我妈亲生的。饭桌上，妈妈热情地给我和顾廷周夹菜，爸爸和顾廷周在聊生意上的事情，说是在聊天，其实就是我爸问，顾廷周答，偶尔会扯到我一两句。我们家念念要是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哎，我们家念念从小就不喜欢商场上的事情，真不知道等我们老了，这孩子怎么办呢？我爸张口闭口我们家念念，没一句夸我的话，倒是顾廷周还算识趣，知道帮着我说话。吃完饭，爸妈非要让我去送顾廷周，我不情不愿地拿上外套，跟在顾廷周身后。踏出院子大门的前一刻，顾廷周叫住了我：“念念，我可以等你。”我转过头，看着这个比我高出一个半头的男人，开口拒绝：“抱歉，我并不喜欢你，至少现在不喜欢我。可是我喜欢你。”我话还没说完，就听见顾廷周急忙开口：“我喜欢你，从很早开始就喜欢你了。我们的联姻也是我争取来的。”讲到这，我突然抬头看向男人：“那你为什么会放弃联姻？”顾廷周苦笑：“你有喜欢的人了，比起和我在一起，我更希望你开心。还有那个私家侦探，是我找来帮助你的。医院的那个产检报告也是我准备好的。我是真的喜欢你，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吗？难怪我去医院做假证明的时候那么顺利。还有那个私家侦探，拿着5万的钱干50万的活，我还以为是他敬业呢。谢谢你，但我……”顾廷周见我为难，立刻解释：“我和你讲这些，不是为了道德绑架你，也不是为了从你这得到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能想到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会因为你的存在而感到幸福。你不是一个人，没你的身后还有我，我会一直在。谢谢你，顾廷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再也没有见到江慕听，倒是听说了不少关于他的消息。主要是他因为婚内出轨的事情闹得挺难看，还因此丢了工作。他只能四处投简历，却被各大公司告知被业内封杀了。江慕听只能干一些底层工作，勉强维持生计。而他和苏薇之间也彻底决裂。苏薇用孩子威胁江慕听给他钱，江慕听试图摆脱苏薇，可苏薇却像狗皮膏药，不管江慕听到哪，他都黏着江慕听。只要江慕听一让苏薇不满意，苏薇就抱着孩子在江慕听单位门口闹，直到江慕听丢了工作，被行业封杀，苏薇这才死心。她丢下孩子，自己跑了。江慕听一边要上班，一边还要照顾孩子。他想过放弃孩子，可只要他将孩子丢掉，第2天就会有民警将孩子送回来，然后对江慕听一顿教育。江慕听没办法，只能带着孩子四处漂泊。在得知这一消息时，我正在家陪着妈妈挑美甲的款式。我俩因为彩绘画花草还是动物吵得不可开交。爸爸在一旁帮我买包橘子，一会帮妈妈说话，一会又往我嘴里多塞了一半橘子。而顾廷周则被我爸安排了满满的工作，他坐在我们对面，手指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电视上播放着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妈妈还能抽时间骂爸爸一顿。你的工作怎么全给廷周处理？你真好意思啊！爸爸嘿嘿地笑着，转头看向顾廷周，年轻人就应该多锻炼锻炼。忽而像是想到什么，爸爸突然打断顾廷周：“江慕听的事情是你做的吧？”顾廷周笑着抬头：“叔叔说的是哪件事？”爸爸朝他翻了个白眼：“每一件事，要不是你发话，江慕听能被行业封杀，还有他抛弃孩子那事，怎么就此次都能被好心人送到警局，还都找到江慕听呢？”爸爸一边笑，一边用手指着顾廷周：“
傲娇地哼了声：“你小子，杀人不见血。”顾廷周笑道：“这不是帮念念出口气吗？”我抬头看向男人：“谢谢你。”“不用谢。”顾廷周借着帮我爸爸处理公司的借口，直接搬进了我家。对此，爸爸妈妈都表示赞同，他们一致表示家里多一个人才热闹呢。我知道顾廷周是冲着我来的，爸妈也有意撮合我们，于是顾廷周的房间被安排在了我旁边。我表示抗议，可妈妈却借口说家里没房间了。我看着我家的3层园林大别墅，里3层，外3层的房间，陷入了沉思。行吧，他们说啥就是啥呗。于是我和顾廷周单独一个院子，爸妈单独一个院子。顾廷周每天都在我身边转悠，久而久之，我对他也没那么抵触了，甚至他不在还会觉得不舒服。我知道我沦陷了，没有人能拒绝一个宽肩窄腰、大长腿、有钱有颜又温柔的大帅哥吧。我想，我喜欢上顾廷周只是时间问题，但我不服，凭什么要我嫁给他？我昂着头，双手叉腰，朝顾廷周不满道：“凭什么是我嫁给你？你为什么不能嫁给我？我家有房有车又有钱，嫁给我你又不亏。”顾廷周朝我温柔地笑的，伸出一只手在我头上狠狠地揉了揉。“好，我嫁给你。”我以为那只是一句玩笑话，可谁知顾廷周竟然真的嫁给我了。没错，他成了我家的上门女婿。对此我表示十分震惊。我只是开个玩笑，你怎么真的嫁给我了？顾廷周一脸无所谓，反正都是结婚，谁嫁给谁都一样。再说叔叔阿姨就你一个女儿，你要是嫁出去了，他们得多伤心。我就不一样了，我还有个弟弟，家里的事情都给他，我也落得清闲。我扑进顾廷周的怀里，顾廷周，你这是个好人。我和顾廷周的婚礼定在办1个月后，原本是不用那么着急的，可我爸急着和我妈环游世界，去享受2人世界，于是大手一挥，要不就下个星期吧。他话音刚落，我妈就一把揪住他的耳朵：“闺女结婚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这么仓促呢？”我爸歪着脑袋，一边叫疼，一边求饶：“我错了，哎，疼，轻点啊，你的美甲戳到我了，哎。”我和顾廷周躲在门口，鬼鬼祟祟地探出各个小脑袋偷看。你猜我妈会不会把婚礼推迟到下个月？顾廷周低头看向我的脑袋：“不会。”我抬头对上他温柔的眼眸：“赌不赌？”顾廷周嘴角带笑：“赌什么？我爸公司1个月的工作，我输了帮你做1个月的工作，你输了帮我做1个月的饭。”顾廷周两眼发光：“2个月成交。”于是我水灵灵的输了。我哀怨地盯着顾廷周，努力伸长手去打他。“凭什么呀？”我不服，我反对！啊！顾廷周按着我的头，将我推开。反对无效，于是婚礼的一切事宜都落在了顾廷周身上，而我则每每隐身，除了拍婚纱照和选婚纱外，全程一句话没多问。每次顾廷周拉着我一起的时候，我都会用工作搪塞他。我耸了耸肩，双手一摊，一副你能把我怎样的架势。没办法呀，谁让我打赌输了，要处理工作呢？爱莫能助喽。于是顾廷周就开始疯狂地使唤他弟弟，只有顾廷安一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我们的婚礼办得很隆重，画室所有有头有脸的人都来参加了。顾廷周甚至给慈善机构捐了一大笔钱，美名其曰沾沾喜气。婚礼那天，我看到了江慕听，不过1年半，他仿佛是老了20岁。原本帅气儒雅的他，现在却变成了满是沧桑的老人，身后背着的孩子更是瘦到皮包骨头。只是他看向我的眼神依旧热情。
我们穿过人群对视，只一眼，我就收回了视线。如今的我们已经是陌路人，他的好坏都和我没关系了。1年后，我怀孕了，还是龙凤胎。顾廷周说，孩子一定像我，女孩肯定像我们家念念，好看得很。那男孩呢？顾廷周板着张脸，肯定是2个女孩，可是医生说是龙凤胎呢。我笑着打破他的幻想，那万一医生出错了呢？才3个多月，哪里就那么准了？顾廷周不服道。于是我爸妈的旅游计划被打断，爸爸又被迫接手了公司。只不过这一次他是乐呵呵地回来接手公司的，而顾廷周和我妈则是天天围着我转。顾廷周每天就搬着个软凳跟在我屁股后面跑，生怕我累着。妈妈则是每天给我安排不一样的营养餐。明明家里有厨子，可她就是不放心，说什么也要亲自照顾我。顾廷周的爸妈也3天2头的这边跑，每次见面，顾妈妈都得拉着我的手问顾廷周有没有欺负我，而我每次都会打顾廷周的小报告。于是顾妈妈就拿着棍子追着顾廷周跑。我坐在软凳上，吃着妈妈喂过来的葡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着笑着肚子就疼了。我扶着肚子，顾廷周抱着我，顾爸爸开车，一家人整整齐齐地去了医院。我被推进手术室，顾廷周在外面急得团团转，恨不能替我疼。在全家的紧张和期待下，2个小家伙终于落地了。顾廷周只看了一眼，就扑上来抓着我的手，问我疼不疼，要不要喝水、吃饭。被顾妈妈一巴掌拍在了后脑勺上。念念现在需要休息。1年后，2个孩子已经会咿咿呀呀的叫爸爸妈妈了。又过了2个月，而那个跌跌撞撞的走路了。顾廷周每天下班都得抱着女儿一顿亲亲，至于儿子，连看一眼都觉得烦。他说女儿像我，生得好看，儿子像顾廷安，看见他就会想起自家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我对此表示无语。明明顾廷周兄弟俩几乎共用一张脸，好不好？黎念结婚那天，救助站站长说顾家给各个慈善机构捐了一大笔钱，说是给我们沾沾喜气。站长喝了口水道，感慨这顾家大少爷和黎家大小姐结婚，我们竟然也能跟着收点好处。顾家和黎家真是好人啊。说完他看向我，木听啊，一会去我那再拿点救助金，孩子还小，得吃得好点。我并不关心孩子吃得好不好，我只知道黎念她结婚了，她要嫁给别的男人了。那一瞬间，心像是被人揪住般疼得难受。我不甘心，他喜欢的明明是我，明明是他先喜欢我的。那个顾廷周凭什么？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满脑子都是黎念要嫁人了。第2天，我借着帮工的名义混进了婚礼现场。我只想远远地看他一眼，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快忘了我。他以前明明最爱我了。我被拦在了婚礼入口处，原因是我没有邀请函。我想说里面结婚的人是我老婆，可却突然想到我们已经离婚了，念念她早就不是我老婆了。于是我站在门口，踮着脚朝里面张望，我盼望着再见她一面，远远地看她一眼就好了。可当我看到她时，却又想贪婪地再多看2眼。黎念穿着白色的婚纱，戴着网冠，美得像一幅画。她和之前确实不一样了，她笑得更明媚了，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曾经她也曾这样对我笑过。她的目光穿过人群，直直地落在我身上。那一瞬间，我是惊喜的。我抱着最后一丝幻想，幻想着她对我还有一点点的喜欢。于是我抬头对上了她带笑的眼眸。只一瞬间，我的幻想被击碎。他不喜欢我了，黎念不喜欢江木听了。
我突然想到，我们刚在一起时，我答应过他的。我说，江木听和黎念一定会一直在一起，江木听会一直喜欢黎念。可惜我食言了。1年后，黎念怀孕了。我真讨厌顾廷周，他这人怎么这么喜欢炫耀？结婚了要捐款，念念怀孕了也要捐款，真是唯恐天下不知。可是我开始不受控制的幻想，我和念念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呢？嘴巴像我还是像念念呢？像念念吧，念念好看，孩子像她也一定好看。对，我们的孩子一定和念念一样好看，笑起来有2个小酒窝。我记得念念说过，她想要有个孩子，她总是趴在我怀里，笑容明媚地和我讲一大堆关于孩子的事情。木听，你说我们的孩子会是什么样的？他会和你一样温柔吗？木听，你喜欢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呀？我喜欢小女孩呢，香香软软的。如果男孩像木听的话，好像也不是不行。那时候我觉得他好唠叨，我根本没打算和他有孩子，好不好？我又不喜欢他，怎么会让他有我的孩子呢？可现在我后悔了。我喜欢黎念，很喜欢，很喜欢。我也想要和他有一个孩子，是男是女都无所谓，像谁也无所谓，只要是念念的孩子我都喜欢。可惜我没机会了。如果下辈子还能遇到黎念，我一定要告诉他我很喜欢他，也很期待我们的孩子。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